兄弟你好，上一次的影片呢，我教了你如何在 CMB 上面获得大量的配对。我相信如果你有去行动的话，你应该有不错的成绩了吧，对吧？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你配对到的女生，很多时候根本不回你信息呢？然后又或者可能是说，好不容易聊了几句，气氛还不错，可是一转眼7天的时间就到了，聊天室直接被封锁，然后女生的联系方式你也没有要到。就这样子你错过了一个可以发展成女朋友的那个机会，对吗？如果这些都是你遇到的情况的话，今天这一部影片就是为你准备的。因为我要教你如何在 CMB 上面成功配对到的女生跟他们建立信任，然后并且在7天内顺利的拿下他们的私人联系方式，让你们的故事可以继续下去。Hello， 你好，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OK， 在这里首先我要提醒一下这一部影片呢是上一部 CMB 影片的续集。OK，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上一部影片的话，那一部影片里面我教你如何提高你在 CMB 里面的配对成功率10倍那么高的这一个影片的话，建议你之后回去看一下，然后再回来复习一下这个影片。因为如果你连配对都没有的话那么今天的内容对你来说是很难发挥的。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在 CMB 上面有一些配对了，然后可是你却发现女生回你信息的那个频率超级低，甚至她根本不理你，或者可能你聊了一阵子还是没有办法拿到她的联系方式，然后最后眼睁睁看着7天的时间到了，聊天室被系统封锁掉，跟女生的缘分就这样结束了，对吧？很不甘心OK， 所以今天的这一集内容我会用我使用了 CMB 1年多里面成功约出20多个女生的经验，来让你知道如何让96%的女生都回复你的开场白，并且会在7天内给你她的私人联系方式，让你可以继续创造跟她的故事。OK， 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重点。首先第一个重点，记住你的开场白的设计决定你的成败。你看很多男生都会以为就是可能配对成功之后，女生是一定会主动回应我们的第一封信息的，然后真的发过去的时候才发现一件事情，女生根本他妈的不鸟你。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主要原因是因为你的开场白让女生有一种妈的干又来一个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不管是不是 CMB 都好，在每一个交友软体上面女生每天都会收到大量男生发来的这种嗨你好，今天过得怎么样吗？吃饱了吗？的这一种很无聊的信息。所以这种开场白对女生来说根本就是背景噪音，因为她每天会收到不下几十封，所以站在女生的角度来讲，其实她们根本就懒得回。所以你的开场白一定要做到就是客制化。说到客制化，我之前有一部影片有讲过怎么样去设计一个好的开场白。所以如果你时常会被女生已读不回、不读不回的话，请在这一部影片结束过后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一部影片 OK， 点击右上角就可以了。而在 CMB 上面其实最简单的方式呢，就是从女生的档案里面去找线索，根据她的兴趣还有她的照片来设计她会有反应的开场白。OK， 举个例子假设你今天看到女生的照片里面有很多都是有美食的照片，那么可能你就可以讲就是感觉你应该是一个隐藏版的美食家，对吧？可是你怎么吃那么多还那么瘦不要吝啬分享一下秘诀嘛。又或者如果她的照片是在某个地方旅游的景点的话，那么可能你可以讲就是我看过你去过某某某地方我听说那个地方好像蛮有趣的，但是你觉得最好玩的地方是哪里？你看这样子的开场白呢，会让女生觉得就是你是真的有在细心的观察她的，你跟那些就是只是想要她的身体的那些男人不一样。因为你真的有在用心看她的档案嘛，而不是就是随便可能就是拿一个信息群发给你的每一个配对。所以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回你的几率是会提高好几倍的，因为他已经感受到你的诚意了。OK， 接下来第二个重点就是不要用追女生的心态去互动。OK， 因为这样子你反而会更容易成功的。
你看很多男生他只要一跟女生聊一跟女生开始聊天，他就会开始走进那种撩妹模式，他各种暧昧呀，各种调情啊，甚至想要马上就约出来见面。结果，如果你用过这种方式，你有没有发现女生瞬间就对你非常冷淡，甚至不回你了，对吗？这个很正常的，因为就像我之前讲过，在 CMB 上的女生跟 Tinder 探探是不一样的，她们大多数真的是在认真找长期交往的对象的，所以她们当然就会很不喜欢那种一开始就那种油腻模式的那种男人。所以如果你这样子的话，你给女生的那个第一印象就是你是来约炮的。所以你一定要换一个方法，换一个模式，不要表现出那种我是来追你的，我很想要得到你的那种感觉，而是你要让他觉得你是一个没有企图，你不猴急，而且没有侵略性，聊天也很轻松有趣，一个蛮好相处的男人。OK， 那么要怎么做呢？其实就好像你在跟一个新朋友聊天一样的那种感觉，你不要刻意表现出暧昧 ，OK， 而是你要以聊天有趣、话题有深度来建立你初期的吸引力。所以如果女生的那个档案里面，像我刚刚讲的有很多旅行的照片的话，那么可能你就多聊聊就是你旅行的经历，不一定要出国，在自己国内的也 OK。然后如果女生她有很多那个美食的照片，代表她蛮爱美食嘛 ，OK， 你就聊一下就是你喜欢的美食种类，还有餐厅。或者同样的，你看到女生很喜欢宠物，那你就跟女生聊宠物嘛，除非你不喜欢宠物，那么你就可以聊别的话题。OK， 总之在这一个阶段呢，你的目标并不是让她喜欢上你，而是让她觉得就是跟你聊天很自然很自在，心情很愉悦，而且重点不需要设任何防备。然后当女生她跟你聊天感觉很放松的时候，她就会对你产生一个基础的好感的。然后后续你要拿到她的联系方式就会变得超级简单。OK， 第3点，如何在7天内拿到女生的联系方式？我相信你们最想听的就是这一点，对不对？可是问题是，其实这一个步骤是最简单的。OK， 因为只要你前面2点的我说的那2点前面的互动你做对了，然后你让女生有感觉到就是你没有企图，你不猴急，没有侵略性，聊天轻松有趣，而且很好相处的话，其实女生是很愿意给你的。OK， 所以当你聊了可能3、4天的时候你可以先开始测试一下，看看女生对你的互动程度高不高。如果她一直都会回你，然后对话都有来有往的那种代表就是情况是 OK 的。所以这之后呢，情况 OK， 你就做一件事情就可以了。OK， 那你就是提醒女生时间要到了，聊天室要被系统封锁了，我们该换一个地方聊了。就好像你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个做法是一模一样的，不需要什么很那种花里胡哨的那些技巧。因为这一句话的关键是在于提醒对方时间快到了。如果他对你的感觉是 OK 的，时间到了，快到了，他也很紧张。你可以再加上你的做法是不强迫，而且是那种自然的邀约。OK， 然后同样的，就好像你现在荧幕上看到了，女生回应过后，她同意了，你就直接把你的那个联系方式给她 ，OK， 什么 IG 啊、Line 的那个 ID 或者微信的那个 ID， 直接给她，让她加你。其实这样子基本就成功了。OK， 不过要记住就是不要一开始聊没2句的时候，你就问女生可以给我你的联系方式吗？因为这样子女生会觉得你太猴急了，很容易提高她的警觉心。所以当你用这一种就是邀请她来加你，而不是索取的方式其实女生的接受度是会高很多的。但是请注意如果你之前的互动里面没有做到让女生感觉你没有企图、不猴急、没有侵略性的话，那么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基本上99%的情况下，女生都是不会同意的。那我知道你们可能会问了，那剩下的1%是什么？剩下的1%，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通常对方都是意图不轨。OK， 好，为了奖励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福利要送给你。如果你想要知道怎么样有效率的在25天内将 CMB 认识到的那些陌生女生发展成女友的话呢，记得现在就点击资讯栏或者置顶留言里面的那一个链接，
报名我们这一个价值$500，可是限量前200人免费的这一个脱单直播课程。在这个直播里面我会向你展示我整个就是我只花了25天的实战过程。我怎么样就是在第一次约会里面就跟这个女生到房间里面深入交流，最后确定情侣关系，对，不是一夜情。你也会就是详细看到就是我很详细的去解释我使用的那些有效的方法，让你可以明白就是如何在60天内就能够追到自己喜欢的女生。OK， 所以心动不如行动。OK， 立刻点击资讯栏里面的那个链接 ，OK， 置顶留言里面的那个链接也可以。在免费的位置被抢完之前报名我们这一个脱单直播课程。OK， 这些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我是你的爱情导师 Yuri， 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